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金条，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，兴许侯二爷也就把气儿消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凭什么呀？我不去。你不去谁去啊？谁去？哎，吴家，你们这两个可不能忽悠人啊！哎，你上次挨揍还没够是吧？不，你瞧瞧他，负荆请罪。行啊，这金条我也背得，错我也认得。只要为了咱们村子好，就算让那个侯二扇我几巴掌，也值啊。但我想问一下诸位，然后呢？我又没有抱着侯二的孩子跳井，他何至于这么恨我？无非是想压我家茶叶的价格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去负荆请罪，他要借着势把全村茶叶的价格再往下压，那你们现在手上的茶叶是卖是不卖啊？哎，卖是不卖？对，压价。卖是不卖？今日我和我弟把城里的茶叶店都跑了个遍，现在市面上1等的银毫卖1斤3吊3，这么高，这么高。2等的卖2吊，就算是3等的茶，也可以卖到1吊7。1吊7。但那侯二，他一张嘴就要用1吊3的价格来收我家最好的茶叶，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入到他的荷包里去了。哦，咱们每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种茶，累死累活不眠不休，就是给他姓侯的发财吗？侯二也太不知懂事了！回头再来村里，一顿棍棒弄死他！去！顾大，你也别说那没用的，你就说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天下的茶商又不是都死绝了，区一个茶商会，他是朝廷啊，他是官府吗？他能一手遮天吗？我们徽茶的大客商，有京城的，有内蒙，有西北的，这些销路我全可以包办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我希望你们可以信任我，咱们可以做到共同进退。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，那得真金白银，那得拿出来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是啊，对。那这样，我按照山下茶商会的价格，再多加1成，把大家手中的茶叶全部收到我这儿来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好，行。顾大，咱这就别赌气了吧。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那你就别管了。那诸位，咱们说定了，诸位再等我几日，咱们现银交易。好。哎，顾大，顾大，你疯了！你看，顾大疯了，彻底疯了。哥，我说你怎么又发疯了？你刚才那话你不能那么讲啊！那我应该怎么讲？我想了一路，我有办法。你问我，你说什么办法？你要我说啊，你逃了吧。这金条我们不背，他自然有别人去背。你听着，明天早起跑一趟山西，带2个伙计，帮我送一封信，找靳大奶奶，跟她说，问她借点银子。你拉饥荒啊？那借人家多少合适啊？5、6万两。你别折腾我，明天这金条啊，我背。哎。哥，八英老爷在吗？毕八英，这位先生客气了，有什么见教？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，我就是本地茶商，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，希望您看看。
山不转水转呐，啊！不怕告诉你，古大，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。我现在送你一句话：俩山叠一块儿，你给我出去，还敢跟茶商会作对？哼！安徽茶商工会胡玉泰，在此恭候李兄。哈哈，吴老太爷，李兄，请。安徽今年1等的瓜片、银蚝、猴魁，全部照价全收。太好了，您一来呀，我就算心稳了啊。不过呢，这次请您来安徽茶商工会呢，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您多多成全。万茶大会，哎，正是。这回呢，安徽无论如何也要我个头筹。哎，诸位，坐。诸位可能也都听说了，先帝驾崩于热河，京师换了主子，现在是过去的懿贵妃跟六爷共同主持朝政，年号叫同治。同治啊，既是君臣同治，又是叔嫂同治。哦，这个好。我这话可不是闲话呀。这次万茶大会名义上是李家主持，可真正品茶评茶的是六王爷。这可不是茶会啊，这是生意。哎呦啊！那你安徽茶要多亏，那云南茶、台湾茶怎么办呢？这中间窍门可就多了。老太爷，谁呀？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，送了拜帖，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。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，明明是银毫，叫什么蓝雪啊？这是红豆。别，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。来，我瞅一眼，看看这是谁。一点规矩都不懂，什么东西这是？哼！你的就叫。我们老太爷说了，他没工夫见你，正陪客人谈事儿呢。来，原帖奉还，请回。哪里来的客人？顾兄，李清兄，我就猜到了，想必就是你。行，别在这说，先走。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？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，把眼睛里能夹你。你听我的，找个时间，我想办法帮你俩说和。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？在山西的时候，我把他得罪得死死的，指望着他来帮我，算了吧。也是。那这样，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，我自个儿掏一笔钱，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。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？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明珠肺腑了。哎呀，只是我家这蓝雪茶呀，那可是千古的美女。要是只混迹在庸脂祖粉里边，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。来，蓝雪。如何呀？天姿国色，果然是知己啊，肯说真话。可那有什么用啊？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，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。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。
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。啊，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。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现在就是个茶农，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。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，那我怎么办？任由他们欺负啊？我看你是没路走了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。我早就习惯了。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，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夺魁？能啊，蓝雪夺魁，你这夺个状元，画马游街，高官得坐。哎呀，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。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？就知道讽刺我。哎呀，不过说起来，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，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。不过再往后的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反正我没路走，我也不怕，就指着你了。爹，这是哪儿来的？爹，这就是那个蓝雪茶。你倒是好心啊，帮他说好话。这怕是比1等的银行还要好呢。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。我觉得呀，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。这么好的茶，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，那岂不是？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，这很好。这么好的茶，如果我们专营专卖，也是件好事。可是它是古平原的茶，那就另作他讲了。为什么呀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，他会怎么样？我谅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。咱拿就拿了，他敢得罪李家吗？你说的也对，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，因为折了他的面子。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，那立刻就反了，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。再说他这个茶，一年有多少产量？我们几百家店铺啊，难道就靠它来维持度日吗？假设这些都不存在，我这么做，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原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气焰？有朝一日，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，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，不跟我们合作了？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，想取而代之啊，很有这种可能。野心这个东西啊，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，着起来容易，扑灭就难。人世间啊，规矩是第一位的。什么叫规矩？我是爹，你是儿子，我见客人坐着，你就得站着。如果连这个都没了，还做什么生意？送你7个字：
芝兰当道也要出。我已经告诉京师所有的商人，不许买古皮庵的茶。你也不要搞小动作，让我知道不会饶你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儿？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没本事给你干，我连1分钱我都没要着。屋里烧着热水呢，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？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。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！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，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，手心向上管他要钱，那不得把咱逼死呀？那娘腿脚也不好，还得跟着咱俩逃命，真可怜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？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。我把那字条递进去，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分号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好家伙，人等得起，那茶也等不起呀！再说了，你那2个指头宽的字条，你管人要5、6万两银子，凭什么呀？你能不能学聪明点？不是，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！哎，我也不说你了，反正我皮糙肉厚的，我命贱。明天我背着金条去。哎，你喝点热水，洗洗脚再睡。我以后再听你的，我就是头驴。哎，放里边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慢点。哎，朱老三，就你最鸡贼啊，别缺斤少两。不会不会，来，发财我来帮你。谢阿姨。放你家里去啊。把茶叶放这儿。来，你哥呢？哎，哟，老嫂子，吃着呢。要不要一块儿来吃啊？这饭我就不吃了，这茶叶卖出去，我的心啊就放下一半了，比吃啥都强，对吧？对。那个，我山下还有个表弟，那还有一些好茶。哎，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？你表弟的茶，你老舅的茶呢？啊，我老舅茶你们也要？要你全家的茶。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收，把话放出去。除了咱们村的茶叶，其他村的我也要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只收1等的茶，2、3等的就算了，所有收茶的价格还是多加1成。就这2日，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，你也好心里踏实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可就这么讲了。嗯。谢了，谢老嫂子。哟，谢二爷，谢二爷。告辞。哎娘，咱家有只鸡，咱杀了炖了吧？养得好好的，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？下蛋，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。您没听说吗？咱不过了，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。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？您没看见，前2天呀，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，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，全在外边铺着呢。您是没看见，还吃得下饭呢。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，没规矩。老大，你干什么啊？你不是听他说了吗？我就是收了点茶叶，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，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？行，你别笑嘻嘻的。你是里100万啊，占着房，躺着地，金山银山数不过来，你拿什么给人家呀？上次那金条哥，你给我背上吧，我爬着我进城，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，死了清静。古先生在吗？我要茶了。靳大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靳大奶奶，您就是靳大奶奶。二兄弟吧？那日不巧，我去了大同分号，
说是二兄弟来过，饭没捞着吃，茶没捞着喝的，我这不落人劲儿的，赶紧来赔个不是，对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金奶奶里边请。哎，娘啊，娘，这是我山西的朋友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祝老太太身体安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。老太太，我扶您进屋说话去。哎，我们当家的还得老几问问你好呢，带来的礼物啊，我也都捎来了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奶奶，大奶奶。哎哥，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把箱子打开自己瞧。大奶奶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。谷兄弟在外面那点野性子，回到家都收起来了，看你还真新鲜。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假的。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？又回老太太话，谷兄弟啊，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，山西3000家票号，只要谷兄弟的一张字条，自当人人遵命。话说我来晚了1日，应该向会手赔罪。哎呀，不用这些礼节。娘啊，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。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。客人远道来，你们要好生招待啊！乡下人礼数不周，请大奶奶别见怪。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，您老先坐着啊。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，以后就没有会手这一说了，您就别开我玩笑了。谷兄弟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，真正是大英雄啊！那些得罪你的人啊，全是瞎子。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，谁都可以得罪我。倒是大奶奶您，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，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。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以我们的交情，谷兄弟啊，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。当家的身子弱，不方便出门，我若不亲自跑一趟，那是断不能放心的。怕你用的不方便，全部换成了京城4大横的银票，1万两一张，一共20张，现银兑付，不知道够不够使？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。用不了就存着呀。我当家的说了，难得谷兄弟能开口，我们可是太高兴了。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谷兄弟的道，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？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，路子有的是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，跟村里的人赌口气，我也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。不管怎样，在这里谢过金大奶奶了。行，听你吩咐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商场如战场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这么快啊？不留下吃口饭吗？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？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，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。谷兄弟，你有你的生意经，我也有我的生意经。谷兄弟，少送。不让须眉，自当如此。加点小心啊！跟你们说啊，这所有的茶呀，都按照等级分开放好。这仓库不够用了呢，我们可以再租。我哥说了，只要是来送茶的，只要是头等，都按照比茶商会高1成的价格收下来，知道吗？是。二爷，船租好了，您看看去吧。看看去。看看，觉得怎么样？哥，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，那没有个人参加的，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。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，行不行啊？这天下事就得豁出去干。
怎么，没有他们我们就没路走了？那不是有规矩吗？规矩，规矩都是他们定的，只对他们有利。我还有我的规矩。不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这蓝雪茶，我也得争口气。这样好的宝贝，落在世间无人爱惜，也不冤死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。吃了午饭，咱们动身去京城。真的啊？商场如战场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，耽误一刻，我要你脑袋。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？来一口。我不喝，我都困死了。就快过山东境了。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，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，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，可没有想到，还是要四处漂泊，这可能就是命了。哎呀，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。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。这以后成了亲，老婆孩子一大屋的，倒没那闲工夫了。四处跑，也有四处跑得好。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？那里的星星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，很亮，很美。哥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这回出门前，娘跟我说，就当给你见见世面，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平安。你也是，就当散散心，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一梅她是个人，又不是个物件，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，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。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在里面疼，半夜酒醒，推枕而起，感觉心口憋得慌，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。哥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，你怎么了？酒喝多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。我看书里写，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。我不会写诗，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语，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忽有故人心上过，似贫似小两茫然。闺女，这趟跑山东满意吧？我又接了一趟去江西婺源的活儿，那边我陆领导的朋友多，风景又好，咱们再好好去玩玩。能不去吗？我想让你歇2天，这显得我多不孝呀。
你倒说起我来了，那你倒是开心点儿啊！凡事啊，要拿得起放得下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是安徽来的古平岳老爷吧？你是？我是金大奶奶的伙计，我姓崔，你叫我崔祖师就行。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，辛苦了，小心卸货。哎，伙计们卸货小心点啊！顾老爷请，哎，二爷请。啊，往前啊！哎，来。哥，你这北京朋友还不少啊。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呢，我是披枷带锁被人押着走的。要不是万不得已，这辈子都不想来。哎，顾老爷请。哎，就这马车。苏小姐，怎么跑京师来了？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，我过来讨杯茶喝，成不成？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，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，验明正身在即。万闯者，重刑。完了，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。他不来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糟了，这回。谁关门啊？谁关门？哎，谁呀？放我出去！谁刚来的？啊，少爷，就今儿一天，老爷下死命令，说您出去走半步路，那就是换头路。您哪儿换什么头路？你敢？人都认好了，我搁这儿。你别愣着，你想想办法呀。这么大的王府，不可能只有一个门，咱们再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。往那边走。给我。公公康健啊！请起。让财神爷给我做揖，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！公公红光满面，我看呐，您是修道有成，这要得道成仙呐！哪儿啊？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，好伺候王爷。是，您得着。嗯。哎，有个门，快！对，猴崽子，抢什么抢？赶着投胎呀！干什么你？这摔了你可赔不起！去，好大的口气！放着骆驼不吹牛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哎，你摔着了吗你？让人家先走。哎，你们先。你怀里边抱的什么呀？那么金贵。说出来怕吓着你。
那你吓我一下，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我们家种的蓝雪茶，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。万茶大会的魁首，行，胡吹大气！这万茶大会刚开，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？没摇牌。这浑人倒也有趣，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。我倒想尝尝这茶，蓝雪茶。这名儿倒不错。跟我吵架，这是男的女的？他们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？不男不女，我看倒像个公公。啊？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。走。高亲王，纯亲王到。奴才给王爷请安，给王爷请安。王爷，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请王爷的事。王爷说了，从安徽茶商会开始。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了。招招，兵爷，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，你拦着我们，那真耽误了事，你担待不起。你们进得了大门，知道怎么进二门吗？兵爷，我们是乡下人，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，如何进这二门，还请点拨一二。进二门的门包，5000两。5000两。你们2个1万两，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，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，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，我才能放行。明白。怎么办啊，哥？这1万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，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嘛。此茶只在黄山南路一带种植，山高谷幼，枝深叶茂。这茶一枝一芽，一经炒制，如银龙入宫。老七，你看看，咦，这安徽茶商还有个唱戏的。哎，六哥，你这糊弄谁呢？你没听说过啊？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，这我懂啊，这得炒，还得杀青啊！你着什么急呀？嗯，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，用了不少心思，你就瞧好吧你。这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头回这么喝。哎，之后别的茶还怎么喝呀？啊？别着手！哎，小的是湖北茶商会的，门包5500，走人，走。又走，谢谢啊。
安徽茶商会为王爷献上上好的屯溪银毫。来了，尝尝啊，现炒的。二位王爷，这是安徽茶商会进献的屯溪银毫。嘿，六哥，哎，光这功夫啊，值个魁首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有的是人孝敬他们，咱不用慌。哎，这千里迢迢的来，连个万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。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，我回去也有的吹啊。哎，嘿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不是要拿魁首吗？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？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经纶光阴，也蹙离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。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随意尝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缘内放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里有道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记着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无常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一张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缘内放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河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